上一集我们聊到了电影画面的4个秘密，用点、线、颜色跟角度去影响观众的感受。这些就像做菜的食材，你必须得先认识它，才知道怎么使用。但光认识食材还不够，你还需要食谱中的操作手册，告诉你先放什么，后放什么，不然冰箱里面什么都有，你依然会站在厨房里面发呆，不知道该干嘛。我自己就踩过这个坑，以前去拍旅行影片的时候啊，我根本没有写什么分镜，就拿着手机跟我的 Action4 直接出门去拍，而且呢是边走边拍。当下的感觉就是觉得感觉拍的还不错啊，回去剪辑应该怎样怎样，就是幻想的非常的美好。但后来呢，再回到电脑桌前面开始剪的时候，才发现，怎么很多画面其实是不能用的，然后还少了一些，例如说过渡的场景，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。然后天哪，没办法，就只能再重新安排时间，回到现场再补拍一次，这样真的超级浪费时间。后来我在做 AI 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，在大稻埕满街美女的那一集啊，每一个小段落我刚开始只生成了3到4张的图片，接下来就是配旁白嘛。在讲着讲着的时候发现，我还没讲完，就画面就没了，就变成说我还要回头再去想说，我这一段落是不是还要给他再补几个画面，要不然完全不够我那个时长。这时候我才搞懂了，原来不是我拍的不够好，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份完整的操作手册，不知道完成这道菜需要几个步骤，每个步骤要做什么，当然做到一半就会卡住。所以今天我要教你第2层河流的秘密——分镜思维。这就是你的操作手册，学会这个，你就可能在动手之前先把故事拆解过一遍，不管是实拍还是用 AI 都不会再手忙脚乱。Hello， 我是莹莹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建议你先去看上一集，才会更容易知道我今天在说什么。连结我放在右上角跟资讯栏里面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不是电影系，也不是传媒系，但就是想要把脑中的故事分享出来说出来，那么你来对地方了。我也是这样子一路摸，一路自己踩坑过来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吧。那么问题来，到底要怎么把一个故事拆解成一张一张一张的画面呢？在电影开拍之前，导演不会直接拿着摄影机就开始拍，他们会先把整部电影画过一遍。没错，就像漫画一样，一个一个画出来。这个东西叫做分镜图。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呢？对大剧组来说，分镜图可以省钱，方便沟通，让几十个人、上百人都知道导演脑中的画面长什么样。但对于我们这种一个人做影片的人来说，分镜图最大的功用是避免漏拍。我之前就是没做这件事情，结果又要再跑一趟补拍，超浪费时间。有了分镜图，你在动手之前就知道这个故事需要几个镜头，每个镜头要拍什么，不会做到一半才发现我少了一个过场。这跟你用 AI 有什么关系呢？一样的道理。如果你想用 AI 做一个连贯性的故事的话，你就不能只是打一段文字进去，然后期待奇迹的发生。你需要像导演一样，先把故事拆成一个一个的画面，再用 AI 一个一个去生成，这样出来的东西才会是一个完整的故事，而不是一堆碎片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拆呢？在开始分析之前呢，我希望你先做一件事情，把故事完整读一遍，不要想太多，就像观众第一次看到它一样，感受一下哪些地方吸引你，哪些地方让你有情绪。这个第一印象非常重要，因为这可能也是你的观众会有的感受。读完之后呢，第2遍开始你就要换一个脑袋，把自己当成福尔摩斯。侦探办案的时候会做什么呢？首先他会去凶案现场观察环境，这就是你要找的第一个部分，场景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？什么年代？白天还是晚上？室内还是室外？整体的氛围是什么？接下来呢，他会调查相关人物，这就是第2个部分，角色。故事里有谁？几个人？男的、女的？什么年纪？穿什么衣服？长什么样子？他们在做什么动作？什么样的表情？最后呢，他会找物证，这就是第3个部分，重要物品。有什么关键的东西出现在故事里？一封信、一把刀、一个礼物盒，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剧情的发展。所以当你拿到故事的时候，你就要像福尔摩斯一样把这3个东西抓出来。第一个，场景、角色、重要物品，把这3个搞清楚，你就知道你每一个画面里面需要什么样的东西。那我们来实战练习一下。这是一段很简单的故事。小明放学回到家，发现厨房桌上有个包装精美的礼物盒。他好奇地走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，里面是妈妈亲手做的生日蛋糕。小明开心地笑了。现在我们用刚刚讲的3个元素来拆解。场景是什么？小明家的厨房，因为是放学的时间点，所以应该是下午，天还亮着。角色是谁？小明，整个故事只有他一人出现。
那他会穿什么呢？放学嘛，应该是学生制服，然后还背着书包。重要物品呢，生日蛋糕。但是别忘了，蛋糕是放在礼物盒里面，所以礼物盒也是重要物品。你看，这样一拆解，你就知道这个画面你需要什么样子的场景，什么样的人物，什么样的物品。就像在做菜之前，你必须要先把材料列成一张清单，然后去超市购买你所需要的材料。但光有材料还不够，我们还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对吧？那到底要怎么把故事变得有节奏感呢？当然是用切的啊！等等，用切的，这样讲不觉得很奇怪吗？都已经切开来了，怎么又连在一起了呢？你可以这样想，电影并不是一镜到底，而是很多个短影片接在一起。每一次切其实是在告诉观众注意咯，有东西变咯。那什么时候要切呢？有5个时机。第一，换地方，从玄关走到厨房，那就是新的镜头，因为场景变了，画面就要换。第二，时间不一样，从早上跳到晚上，从今天跳到3年后，时间变了，画面也要换。第三，你想强调某个重要的东西，故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礼物盒，你想让观众看清楚它，那就给它一个特写。第四，角色做了一个重要的动作，开门、拆礼物，这些关键动作值得给他一个独立的镜头，让观众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第五，你想换一个角度看世界，本来从正面拍小明的脸，现在想从侧面拍呢，那也是一个新镜头，换角度可以让画面更有变化，不会太无聊。记住这5个时机，换地方、换时间，强调重点，重要动作，换角度，只要有这些变化，你就可以切换一个新的画面。那我们把刚刚的故事再拿来试试看，如果是你会怎么做？直接把整段文字丢给 AI 让它一次生成吗？那么让我来示范一下，我会把它切成7个镜头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切呢？第一个镜头是为了建立场景，让观众知道故事在哪里发生。第二个镜头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，还有加上小明发现礼物的这个瞬间。镜头3呢，则是重要动作，因为要引导观众跟着小明一起去好奇，这个礼物盒是什么？镜头4就是要强调这个重点，因为礼物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品，所以要给它一个特写，让观众能看到说，哦，这个礼物盒怎么这么的漂亮，这么的精致。镜头5的话就是重要的动作，小明拆开盒子的瞬间，因为这个过程可以增加大家的期待感。镜头6就是答案揭晓的时刻，所以一定要给一个蛋糕特写，因为这是小明的妈妈特地为了他的生日而制作的蛋糕。镜头7的话就是呈现小明的表情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原本是好奇，然后到后来变成开心，这是一个情绪的变化。那特别拍小明的表情，就是为了让观众也能带入到自身的情绪之中。看到吗？一个短短的故事就可以分成7个镜头，每个镜头都有它的目的，有些是建立场景，那有些是捕捉情绪，这样观众在看的时候就会跟着小明一起好奇，一起期待，然后一起开心。而这也是分镜的力量，不是一次把所有东西都塞给观众，而是一个一个的画面去引领他们走进这个故事里面。现在你知道怎么切换镜头，不过还有最后1里路就能到达终点。每个镜头要长什么样子，你必须有最终的定夺。主要有3件事情要想：拍多远，从什么角度拍，镜头要不要动。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个，拍多远，这叫做景别。简单的讲，就是镜头距离角色有多远多近。我用一个人站在你面前来比喻好了，全景、远景就像你站在5公尺外，甚至更远的地方看一个人，你可以看到他的全身，还有周围的所有环境。这种镜头啊，通常就是交代，这个故事到底发生在哪里，让观众先搞清楚状况。中景则是让你站在2公尺外看一个人，大概可以看得到他腰部以上的位置。这时候你可以看清楚他在做什么动作，但也不会太靠近。特写的话，就像你站在对方面前，距离很近，只看到他的脸。这种镜头啊，通常就是用来强调情绪，或者是强调某个重要的东西。那至于大特写呢，就是比特写还要再更近，近到只拍，例如说只有眼睛的部分，只拍指甲，然后或者是某个物品的细节，例如说衣服的纤维。这种镜头会制造很强烈的张力，让观众不得不注意这个东西。你可以记住一个原则，当镜头距离越远的时候，感觉会越客观，也越疏离。那观众就会觉得说，他好像是透过这个画面在看别人的故事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镜头越近的话，感觉会越主观，同时也会越亲密。有时候观众会觉得，他跟这个角色靠得非常近，甚至融为一体。所以当你在规划分镜的时候，你要想这个画面，你是想要让观众距离多远还是多近，去感受这个画面的张力，同时也是感受这个故事的力量。那第二点，从什么角度拍呢？这个上一集我们有讲过，那这里快速复习一下。
平视就是镜头跟角色的眼睛在同一个高度，这是最中性的角度。仰视的话就是从下往上拍，角色会看起来比较高大，比较微结。俯视呢就是从上往下拍，角色会看起来比较弱小，比较脆弱，或者是这也可以用来模拟某个人往下看的视角。那最后一个决定就是镜头要怎么动还是不动呢？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固定，镜头架在那里完全不动，观众像站在旁边静静的看着这一切发生，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跟拍，镜头会跟着角色一起移动，比如说角色往前走，镜头会跟着往前走，让观众觉得自己也在移动，然后一起走进故事里。第三部分呢，就是镜头的推进和拉远。推进是画面从远处慢慢拉近，通常用来强调某个重点或者是制造紧张感。拉远是画面从近处慢慢拉开，通常是用来揭晓整个环境的全貌。不过现在很多 AI 生成影片的工具啊，它都可以让你选择运镜方式，无论是要推远、推进、跟拍或者是旋转。所以当你在规划分镜的时候，你可以顺便想一下你这个镜头到底要怎么运作。那如果你还不熟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先从固定镜头开始拍摄就可以了。等你熟练之后再尝试用其他的方式去试试看，去玩玩看。3件事情都讲完了，景别、角度、镜头动不动。那我们把刚刚的7个镜头加上这些细节，变成一份完整的分镜规划。我知道看字很累，所以我把它做成了动画。镜头1，小明进家门。那这时候就是用全景平视的角度。为什么要这样拍呢？首先就是建立这个场景，让观众知道故事发生在哪里。镜头2，小明看到礼物盒嘛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使用中景外加平视，因为这样子拍啊，可以拉近一点距离，让观众看到小明发现礼物盒的反应。第3就是小明走向桌子嘛，那你这时候就可以再把它拉远一点，用全景，然后外加侧面跟拍，这样子你可以看到他的动作。镜头4就是礼物盒特写，那我们角度的话就是用俯视，就是为了模拟小明的视觉角度。镜头5的话就是拍小明拆盒子的那个瞬间嘛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平视，然后稍微近一点的中景到特写这之间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画面聚焦在拆开这个动作。镜头6就是蛋糕的特写，然后一样是用俯视，那这个就是答案揭晓的瞬间嘛。镜头7的话就是特写小明的脸部表情，因为为了要呈现他从好奇、疑惑，然后变成开心、惊喜的瞬间。看到吗？同一个故事，当你把景别、角度这些都想清楚的时候啊，每一个画面就不再是随便生成，而是经过精心的设计。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拍，同时你也能引导观众一步一步的跟着你的故事往前走。到这里，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画分镜图的流程吧。第一步，拆解故事的材料，把场景、角色、重要物品都找出来，就像做菜之前你需要先备料一样。第二步，决定要切的镜头有5个步骤：第一个换地方，第二个换时间，强调重点、重要动作跟换角度来决定哪些地方要切镜头。第3步，帮每个镜头决定长相，到底要距离多远，角度要怎么拍，镜头怎么跑，这些都想清楚。当你把这些做完之后，你就有个完完整整属于你自己的食谱，加上操作手册。接下来不管是要自己拍呢，还是用 AI 生成，你就再也不会手忙脚乱、不知所措。我知道今天的内容有点多，一次吸收不完很正常。分镜这件事情呢，不是听一次就会，而是你要反复的练习它。因为分镜是种技能，而不是一个天赋。我自己也是做了好多支影片，然后踩好几次课，然后不断的磨练自己的技术，然后慢慢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所以呢，刚开始你就是先不用太急，你就先从一个非常小的故事，就像我们影片中讲到小明的故事一样，就从这种短短的小故事去练习。不过你可能会发现，当你在写 AI 提示词的时候啊 ，AI 常常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明明你写的非常的清楚，但它生成的东西就不是你想要的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 AI 的逻辑跟我们人类不一样。下一集我会告诉你，在使用 AI 的时候常常碰到的几个误区，然后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它沟通呢？那学会了以上这些，你的成功率绝对会大幅的提升。
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。另外，你也可以订阅我频道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下一集的内容。今天分享的东西比较硬核一点，如果你觉得有任何听不懂或是模糊，又或者是说当你试过这些方法之后，发现有些地方卡卡的，你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栏告诉我，我会尽量回复大家的问题。如果你也在这条路上一路摸索、一路打滚的话，放心，你不是第一个，因为我也一样。我是莹莹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